秦明，本座再说最后一遍，签下签宗契约，无极宗今日还能保留名号；若是不签，从此东荒再无无极宗。李长老，我无极祖弟乃先左流，宗门虽弱，却从未违背东荒合约。擎苍圣地贵为正道圣地，难道也要强取小宗传承？强取？秦明，说话要有分寸。本座今日带来的是圣地法旨，无极山灵气复苏关乎东荒大局。你们一个末流小宗占着这等宝地，却培养不出强者，这叫浪费。圣地接管是为了整个东荒，为了东荒，那为何只赶我们走？为何不给我们一个公审？为何不让东荒盟裁定？放肆！李长老，他们只是孩子。孩子更该学会规矩。若宗无德占灵山，这就是规矩。宗主，不能签！祖弟没了，我们怎么面对历代祖师？宗主，求你了！一炷香已到，签，或者本座替你们签。老祖，装神弄鬼！谁说我无极宗无德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吴宗第97代宗主齐明，拜见老祖！拜见老祖！你采的？本座乃擎苍圣地长老，奉圣地法旨接管无极山。阁下若是无极宗前辈，也该明白大局为重。大局？第几级护宗阵？这不可能！我无极宗可以弱，但弱不是被羞辱的理由；圣地可以强，但强不是夺人祖业的借口。今日之事，无极宗不私斗，不滥伐，传讯东荒盟百宗公义堂山下17支百姓代表当众审契，谁有理谁留下，谁越界谁道歉谁赔偿。你敢审圣地？我审的不是圣地，我审的是公道。老祖复苏系统激活成功，新收奖励发放：大地巅峰修为无极仙山、万古脉、地级护宗阵、10万年药源、神兽麒麟幼崽。主线任务：振兴无极宗。第一步，守住宗尊尊严，收回祖弟公道。孩子们，从今日起不必再跪着守山。无极宗的规矩，第1条，强者护弱，公道护人。阁下既是无视无极宗老祖，就该知道擎苍圣地在东荒的分量。老祖，牌匾已经裂了，要不要弟子重新命人打造一块？不用。记住今日，宗门可以衰落，尊严不能折断。老祖，弟子晴川斗胆一问，既然你已经归来，为何不直接让他们认错？认错？你们以为凭一座阵法就能逼圣地低头？东荒讲的是实力，更讲的是规矩。若无极宗敢私扣圣地长老，便是与整个东荒正道为敌。你问得好。若我今日凭修为压他，让他跪地认错，你们只会觉得痛快一时。但明日，天下人说吴宗仗着老祖归来以强欺强，强者若只会用强，迟早也会变成今日的擎苍圣地。所以今日我们不私刑，不泄愤，不乱伐。我们请东荒盟来，请百宗公义一堂来，请山下百姓来，让所有人亲眼看看这份签宗契约到底是不是自愿，这座无极山到底该不该被强占，擎苍圣地到底还记不记得自己立宗时写下的4个字：护道安民。通知东荒盟，是。
另传讯山下17镇。这些年，无极宗护过他们，让他们不必作伪，只需说真话。是。再请百宗公义堂也通知擎苍圣地圣主，本座给他1天时间，1日之后，若他不来，那就由东荒盟记录在案。擎苍圣地长老强占小宗祖地，圣主具面说明。你放心，今日无人会伤你，但你也走不了。等公审结束，该道歉的道歉，该赔偿的赔偿，该承担宗门律责的承担律责，这是规矩。无极宗老祖醒了！擎苍圣地逼小宗千宗被当场扣在山门前，不是扣押，是请公审。公审圣地，这谁敢去？东皇已经动身了，百宗公义堂也派了3位老，山下百姓代表也去了。据说17旗镇的镇长都要山作证。这还是那个快跃出九流的无极宗吗？万年老祖归来，恐怕格局要变了。归来又如何？擎苍圣地屹立东荒3000年，门下圣人无数，难道还能怕一个老古董？老祖，弟子无能，让宗门衰败至此，让祖殿蒙尘，让弟子受辱。你没有错，可是宗门兴衰不在一代，你能在资源断绝、外敌势、弟子流散的情况下，还守住无极宗传承，已是不易。我醒来时看见弟子们虽弱，却无人悲宗；看见你明知屈辱，仍想着保全他们性命，这不是无能，这是宗主该有的担当。老祖。但从今日起，你要学会另一件事：护弟子，不只是让他们活着，还让他们挺直腰杆活着。我知道，你们心里有怨，有怕，也有不服。有人想问，老祖既然这么强，为什么不直接把所有欺负过无极共宗的人全都打回去？想要出口气，不丢人。但无极宗不是靠怨气立宗。万年前，我创宗时写下4训：扶弱、守正、求道、立心。今日，我再加1条：强者护弱，公道护人。从今日起，这10个字就是无极宗训。你们可以弱，但不可欺弱；你们可以败，但不可失心；你们可以受委屈，但要学会用正道讨回公道。弟子秦川谨记宗训。弟子记宗训。弟子谨记宗训。这无极宗好像真不一样了。东荒盟方正平见过无极老祖，辛苦。李长老，听闻你奉擎苍圣地法旨前来接管无极宗祖地，不错。可有东荒盟备案？有百宗公义堂批文，无极山灵气复苏，事急从称。事急从重，也需先上报，再协商。方指示，请看。自愿迁宗，秦宗主，这是你自愿？不是。秦明，你想清楚再说。我想得很清楚，今日若非老祖苏醒，我会迁，但那不是自愿，是因为300弟子在我身后，我不敢拿他们的安危赌。周婆婆，您年纪大了，怎么亲自上山？我来作证，无极宗不是无德占山。60年前，我孙子被妖兽为山下是无极宗救的，后来他入了无极宗，死在护镇路上。这是他留下的弟子牌。他说，入了无极宗就要护山下人，这样的宗门若叫无德，那什么才叫德？无极宗记得他，他若知道老祖还记得他，他一定高兴。他护住了山下人，也护了无极宗的名声，该高兴的是我。
我青石镇30年前大旱，是无极宗开灵泉救田。我白鹿镇遭山匪，是无极弟子护送上路。我家孩子没钱测灵根，是秦宗主免费收他金宗做杂役。这些旧事不能证明无极宗有能力继续管理灵山。所以你终于承认先前说无极宗无德是错的。李长老，请回答。强，不是无视无视事实的理由；弱，也不是被随意定罪的理由。李长老，你欠无极宗一个道歉。李元山，道歉。圣主，擎苍圣地萧天策，见过无极前辈。你来的正好。此事本座已知。李元山假借圣地大局之名，行处置失当事。擎苍圣地愿接受东荒盟调查，若确有越界，必公开致歉，并赔偿无极宗损失。圣主，我道歉。今日之事，是我言失当，我不该采无极牌匾，不该以圣地之名逼迫千宗，不该以床弱定德行。我向无极宗道歉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这就是公道的声音。他来得慢，但只要有人守，他就会来。第1阶段任务完成，宗门尊严恢复，奖励发放，弟子资质探查，宗门洗髓池入门试炼杯，检测到第1位隐藏天赋弟子出现，姓名秦川，表象表天生肺脉，修行缓慢，真实体质混沌经脉。原来第一个就在我无极宗。老祖，擎苍圣地真会认吗？萧天策是聪明人，聪明人知道，圣地若想长久，就不能让一名长老毁掉1000年名声。可李元山背后未必没有别人，嫡子多虑了。不，你能想到这一步，说明这些年没有白当宗主。今日只是开端，无极宗衰败万年，祖地灵气复苏，盯着这里的人不会只有擎苍圣地。但记住，来讲理的，来合作的，我们合作；来抢的，我们请天下人看清他的手。弟子明白。什么东西啊？灵兽！小心，他跑过去了！小心，他跑过去了！你偷吃了药玄的灵果。他好像听得懂。这是什么灵兽？怎么这么小？额头有金纹，莫不是瑞兽？老祖，老狗，这难道是？神兽麒麟幼崽已绑定无极宗，天赋镇运辟邪寻宝，当前状态饥饿好奇，试图蒙混过关。从今日起，他便是无极宗护宗瑞兽。护宗瑞兽，我们无极宗也有瑞兽了！老祖万岁！偷吃药园灵果，罚你3日不许进药园。护宗瑞兽也要守宗规。秦川，弟子在。你入宗多久了？3年。修为几何？老祖，秦川师弟他……弟子愚钝，至今未能引气入体。老祖，弟子资质低微，不敢占用宗门资源。如今宗门复兴在即，弟子愿下山去17镇做杂物，为宗门打理俗务，也算尽一份力。秦川，你胡说什么？宗主，我不是赌气。以前宗门穷，我留下是因为宗门需要人手。现在老祖回来了，无极宗会越来越有。我这样的废脉，不能拖累宗门。秦川师兄，谁说你拖累别宗门了？你叫我识字，我不许你走。小何，听话。你觉得自己是废脉？东荒测灵碑测过3次，经脉不通，灵气不入。所有人都说这是废脉，所有人都说的，就一定对吗？这是引气入体？不对，引气入体怎会引动山脉灵潮？你不是废脉，那我是什么？混沌经脉。混沌经脉，传说中能容纳万法兼修百道的混沌经脉，
这不是早已绝迹了吗？可我3年都没能修行，因为普通功法配不上你的经脉，溪流无法灌满大海，他们便以为大海是枯的。老祖，无宗弟子不必动不动就跪，你若真想谢我，就抬起头，记住今日，不是为了证明那些看轻你的人错了，而是为了告诉将来的你，不要用别人的眼光给自己判死。弟子记住了。洗髓池，从今日起，无极宗所有弟子重新测资，修为高低不定前途，根骨强弱不定人心，每个人都有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青川师兄，你不用走了。不走了。那不是给你喝的。全然正色。宗门凝聚力提升，弟子归属状提升，宗门气运开始恢复。晴川完成初次觉醒，奖励混沌无极经。此经名为混沌无极经，从今日起，你修它。弟子定不负老祖。不是不负我，是不负你自己。请问，这里是无极宗？小姑娘，你从何处来？我叫苏清央，从青木丹阁来。青木丹阁，那不是东荒有名的丹道世家吗？他怎么会来我们无极宗？我想拜入无极宗。你想入宗？是。你会炼丹？我以前会。他们说我丹田破碎，灵脉受损，说我再也炼不了丹，说我留在丹阁只会让家族蒙羞。可我不信。我听说无极宗老祖归来，您说不要用别人的眼光给自己判死，所以我想来问问，丹田碎了的人还有没有资格求道？检测到第2位隐藏天赋弟子，姓名苏清烟，表象丹田破碎，灵脉受损，真实体质吞天魔姬，潜力评级D级。备注：此体质易被误判，需以正道功法引导，可化吞噬为炼化，化执念为守护。你为何还抱着它？因为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也是我第一次炼出丹药时用的炉子。他们说它旧了，没用了，可我觉得它还能用。你是说丹炉，还是说你自己？都是。既然来了无极宗，便按无极宗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不问出身，不笑伤痕。入我山门，先看心。苏清英，你可愿拜入无极宗？弟子愿意。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无极宗弟子。丹田碎了可以重修，路断了可以再开，但心若不认输，天也拦不住你。李元山，你去无极宗之前见过谁？圣主，你最好想清楚。今日无极老祖没有追究到底，是给擎苍圣地留了体面。但若圣地内部真有人借大局之名行谋私之事，本座第一个不答应。是天河商会。天河商会，他们也盯上了无极山。他们说无间地底可能有一条万古灵脉，若圣地接管，他们愿献上30%灵脉收益。蠢，灵脉收益，你们差点把擎苍圣地千年青玉卖给一群商人。备礼。圣主是要3日后，本座亲上无极宗，赔礼、查案、结盟。结盟？一个沉睡万年醒来后，明明可一掌压圣地，却偏要公审讲理的人，这样的人不可为敌。更何况，无极宗的时代
或许真的要回来了。入了无极宗，就先把头抬起来。你可以有伤，可以有不甘，但不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废了，哼，可惜了，丹道天才不过是从前罢了。青妖，你别怪家族现实，丹阁不养无用之人。一个连火都聚不起来的人，还抱着丹纲做什么？弟子记住了。青樱，你既已入宗，今夜便先住在弟子院。至于丹道之事，等你伤势稳定后再说。我的伤，伤不急，先问心。问心。无极宗新立试炼碑，凡入门弟子都要问心、测性、观道。你的天赋如何，稍后再说。我先要知道你为何求道。清泉将来一定能炼出救人的好丹。青瑶，事到如此，你何必较真？我求道不是为了回去证明他们错，也不是为了让谁后悔，我只是想有一天能炼出真正救人的丹，让买不起丹药的人也能活，让没背景的人也不用拿命去赌一颗假丹。你愿修丹道？愿意。若丹道不再只是炼丹呢？老祖何意？世人炼丹多炼草木精华，可真正的丹道炼的是天地之理，是万物生机，是混乱归序。你丹田破碎，不代表不能炼，反而说明旧路不适合你。那我的路在哪里？在你破碎的丹土里，取出百年青灵草。秦明，炼它。老祖，我现在无法聚火。不要用火。那用什么？用你的伤。闭眼，观丹田。不要怕碎，碎是旧形消失，也是新形开始。世人见你丹田无法蓄灵，便说你废了。可他们不知，你的丹坛不是不能容纳灵气，而是不屑于容纳杂乱灵气，它只会吞噬、炼化、重塑。吞天魔体，魔体，那岂不是？老祖，我是魔体。是。那我是不是不该留在无极宗？不是，体质又不能决定人心。他们也说我是废脉，可老祖说不是。就算你是魔体，也不代表你就是坏人。何谓魔？吞噬生机，损人利己是魔；仗势欺人，夺人祖业也是魔。可若吞的是污浊，炼的是病痛，救的是苍生，那这体质便是道。人心若邪，仙骨也会害人；人心若正，魔体也能济世。苏清瑶，你的体质若无人约束，确实容易走偏，所以你更要学规矩，修正法，明白什么可吞，什么不可吞。弟子愿学。那便炼这株青灵草。
老祖要不要停下？他可以。极品药也，没有丹火，没有丹炉，竟直接炼出极品药也。把他给秦川。给我？混沌经脉初开，需温和药力稳固。秦川师兄，给。这是你第一次重新炼出的药水，你不留着吗？我刚才说过，我想炼救人的丹，既然炼出来了，就该给需要的人。谢谢苏师妹。弟子互助，宗门气运提升，丹道新路开启。无极宗获得基础丹堂权限。丹堂，无极宗丹堂重启了。苏清瑶，弟子在。从今日起，你暂入丹堂，不是让你立刻承担重任，而是给你一个地方，慢慢把破碎的路重新铺好。弟子一定好好学。记住，你的体质强大也危险。第一，不吞同人生机；第二，不炼来历不明之物；第三，丹道为救人，不为逞强。能做到吗？能。若有一日你控制不住贪念呢？强大的天赋最怕无人约束，你若想走得远，就要敢给自己立界限。若有一日弟子心生邪念，请宗规罚我。不是宗规罚你，是你自己先拦住自己。弟子明白。老祖说了，3日不许进药园。你是护宗瑞兽，要守宗规。他好像在生闷气。苏妹妹，你怕吗？怕控制不好，怕让老祖失望，怕别人知道我是魔体后避着我。那我们一起练。我也怕混沌经脉只是听起来厉害，其实我还是追不上大家。怕老祖给了我希望，我却不争气。所以一起吧，你控制魔体，我修混沌经脉。谁要是想退，就互相提醒。好。弟子秦川、苏清妖建立互助羁绊，宗门凝聚力提升。奖励丹堂初级传承物玉丹典。奖励手心灵1枚。正适合他。宗主老祖，山下来人了。何人？是青木丹阁的人。他们来做什么？他们说苏清莹偷走了青木丹阁传承丹炉，要求无极宗教人交炉。这丹炉是我娘给我的，不是丹阁的。他们胡说！苏清妖，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？一个被丹阁除名的废人，也敢带着我青木丹阁之物拜入别宗？无极宗若还讲规矩，就把人交出来，否则丹阁与您没完！开山门。老祖，既然他们说讲规矩，那便让他们进来。今日我也想看看，一个连弟子伤痕都容不下的丹阁，凭什么开口谈规矩？苏清燕，你果然在这里。别怕。被丹阁除名后，倒是找了个好靠山。来者何人？青木丹阁少阁主苏景行。他是谁？我堂兄。苏少阁主深夜登门，说我无极宗弟子偷取青木丹阁之物，可有证据？哼，证据？那丹郎便是证据。不是，是我娘留下的，是我自己的丹炉。秦宗主，
苏青已被我青木丹阁除名，他身上携带的丹器、丹方、丹材，按丹阁规矩皆需交回。他私自带走丹炉，便是盗窃。既是规矩，可有契约文书？秦宗主，你无极宗什么时候也配审我青木丹阁的家规了？苏少阁主若是来讲理，请拿文书；若只是仗势压人，无极宗不接。启明，你别以为无极宗老祖归来就能插手我丹阁内部之事。苏清源丹田破裂，已无丹道前途。我丹阁清理蛮户，与你们何干？他已经拜入无极宗，就是无极宗弟子。你又是什么东西？苏景行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不许羞辱我师兄！你这才进无极宗几个时辰，就认上师兄了？苏清扬，你还真是一点脸都不要！你，秦川，想必这位便是无极老祖。晚辈青木丹阁苏景行，今日来只为带回丹阁叛徒与失物。叛徒？不错。他背叛了什么？他违反丹阁规矩，私带丹炉离阁。他为何离阁？丹田破裂，无法炼丹，自请屈名。我没有自请屈名。苏清渊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。是丹木子主逼我，若我不按，就把我娘留下的丹符砸了。你丹田已废，留在丹阁也只是浪费资源。阁中长老让你体面离开，已经是仁慈。所以你们就能抢我的丹炉？我说了，那是丹阁之物。把你们的文书拿出来。什么文书？证明丹炉属于青木丹阁的文书。无极老祖，这是我苏家内部之事。你刚才说是青木丹阁之物，既是丹阁之物，便拿丹阁契册。若是苏家内部之物，便拿祖产名录；若是你个人之物，便拿契约。空口一句规矩就想拿人拿物，这不是规矩，这是抢。无极老祖虽未必在契册上有详细记录，但苏英乃苏家子弟，他所学丹术、所用丹器，皆得益于丹阁供养。如今他被除名，交回丹牢，也是应有之意。此炉从何而来？我娘叫沈月兰，不是苏家人。她年轻时是散修丹师，嫁入苏家前，此炉便跟着她。我7岁时，娘把丹传给我，说这是她师傅留下的。青木丹阁从未给过我这只炉子。空口无凭。物品：归元丹炉，状态：封印中，来历：上古丹道之脉传承之器，当前任主苏清游。备注：丹炉内藏有残缺丹道传承，需吞天魔期或万物归元法唤醒。既然双方都说不清，那便问炉。问炉，丹气有灵，传承有主。你们说它属于青木丹阁，苏清一说它是他母亲遗物，便让丹炉自己认。荒唐！一只破旧丹炉能认什么？你不敢？笑话！我有何不敢？少魔主，慎重！阁中曾以灵火踏此炉，此炉确无古怪。若它真有灵，未必。好，那便问炉。把丹炉放下。放心，这是我青木丹阁嫡传青木丹火，若此炉属我丹阁，自会响应。看见了吗？他响应了。这不可能！一定是你们动了手脚！众目睽睽，你自己点火丹楼，自己灭火，何来动手脚？你来。我，可是我没有丹火。你有归元之意。炉子不嫌你笨，你也别嫌自己慢。青妖，丹炉只是器物，真正传下去的是你愿意救人的心。我回来了。娘，归元炉传承赠吾女青妖，愿她持炉炼药，不忘救人初心。此炉非苏家物，非青木丹阁物，若后来者强夺，炉毁传传。听见了吗？不是丹阁的，是苏师妹母亲留给他的。他们果然是来抢东西的。一道残念而已，未必能证明。高了。你说丹炉属丹阁，丹火不认，炉灵不认，原主残念不认，你还想让谁认？无极老祖，此事或许有误会，是不是误会？稍后再说。青木丹阁强索弟子遗物，以虫为名，逼夺传承，深夜登门诬告偷盗，此事无极宗会记录在案。老祖，此事不必闹大。为何不必？丹阁愿意赔礼。赔什么？赔他受损的名声，赔他被逼除名的公道，赔他丹田破碎的真相。苏师妹丹田破碎，果然不是意外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丹田脱裂那日发生了什么？那日是丹阁内比，练到最后一步时，炉中丹火忽然失控，我想压住火势，
可丹炉炸开，火毒反噬，伤了丹田和灵脉。丹材谁给的？丹阁统一发放，经谁手？当时负责发放丹材的是堂兄。苏清扬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没说是你。那笔丹材经多人查验，不可能有问题。苏清扬自己控火不稳，才造成炸炉。既然不可能有问题，那便查。事情已过去多日，丹材早已焚毁，如何查？这是火参毒。此毒混入火属性丹材中，可使丹火短时间爆裂失控，最易造成炸炉反噬。不可能！我还没说谁下的毒，你又急什么？少阁主，走，想跑！无极宗不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无极老祖，你要扣押丹阁之人？不，我请你们留下，等东荒盟与百宗公议堂复审。苏清英之伤涉及暗害弟子根基，桂圆丹炉之争涉及强夺私人传承。青木丹阁若自诩其清白，便配合调查；若不配合，那就让整个东荒看看，所谓丹道名门是炼药救人，还是炼人心为毒。苏师妹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只是忽然觉得我更想炼丹了，因为这世上有毒，所以更该有人炼药。弟子苏青青以道心稳固，归元丹炉初步觉醒，奖励丹堂护法阵、火眼见毒术。老祖宗主，擎苍圣主萧天策传讯。何事？萧圣主说，天河商会盯上无极山万古灵脉，近日或有动作，并且天河青木丹阁也有暗中往来。看来今晚的客人不止一批。老祖，要关山门吗？开着。无极宗今夜不闭门，谁要讲理便入山，谁要伸手便留下手。来者何人？天河商会东皇分会副副长钱王权，深夜叨扰，还请无极宗见谅。所谓何事？听闻无极老祖归来，无极宗祖弟复苏，我天河商会特来贺喜。区区薄礼，不成敬意。请稍后，我去通报。应当的。副会长，一个九流宗门的守山弟子也敢拦我们，蠢货！白天擎苍圣地在这里低了头，刚才青木丹阁人进去后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你觉得无极宗还只是九流宗门？老祖有请。多谢。久闻无极老祖威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钱副华长客气。听闻宗无极重开山门，百废待兴，我商会院现灵石10万，聚气丹1000瓶，符箓500张，玄阶灵器30件。除此之外，商会院为无极宗重山道扩建坊室引入商铺，以后无极宗地采购修行资源，皆可享8折。条件呢？老祖快人快瓦。我商会院与无极宗合作开发无极山灵脉，开采、运输、售卖脉维护皆由天河商会负责，无极宗只需坐享收益。每年灵脉收益，商会院分无宗3成。3成？秦宗主，3成已经不少了。无极宗如今缺人、缺钱、缺渠道，灵脉放在山下，短时间内只能滋养山门。可若交给商会经营，它就能变成源源不断的灵石、丹药、法器、人脉。老祖，宗门复兴不只靠一腔热血，弟子要修行，山门要重建，阵法要维护，功法要搜罗，这些都要钱。而天河商会最擅长让死物变成钱。所以你想买无极山的根？老祖言重了，只是合作。契书给我看看。嘿嘿，看。好契书。老祖觉得可行？当然可行。开采权归无极宗，账目由无极宗定，争议由百宗公议堂审，合作年限3日。钱副赶长若愿意，签吧。老祖说笑了。是你先说笑的。看来老祖对商会有误会。没有误会，你们先让青木丹阁逼夺我弟子遗物，又借擎苍圣地长老之手想接管无极山，如今2条路都没走通，便亲自代理上门。钱副敢敢，你的生意做得很忙。老祖消息倒是灵通，不错，商会确实对无极山灵脉感兴趣，但这世上谁不对好东西感兴趣？区别只在于有人抢，有人买。我天河商会至少愿意给价，3手也叫给价。秦宗主，恕钱某直言，无极宗守不住这条灵脉。擎苍圣地今日退了，不代表其他势力不会来。
青木丹国今日栽了，不代表丹药渠道不会断。东荒盟和百宗公一堂能主持一时公道，能日日夜夜守在无极山吗？老祖实力强横，自然无惧。可无极宗弟子呢？他们要下山历练，要买药，要买灵材，要与外界共山。只要一句话，无极宗在东荒的所有交易渠道都会变窄。这不是威胁，这是现实。说完了，老祖不考虑无极宗的血不卖。老祖当真要为了一个尚未恢复的宗门得罪天商会？你不是无极宗得天河商会，是天河商会正在得罪无极宗。你刚才说商会能让无极宗交易渠道变窄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：从今日起，无极宗自己开坊市。开坊市？老祖以为坊市是搭几个摊子便能成的？货源、账房、护卫、信誉、客流、人脉，哪一样不要积累？没有商会点头，谁敢来无极宗交易？老祖，这是无极宗旧坊市，沉寂太久，开重开了。无极坊市解封，自由交易，任务发布，灵物寄售，临时摊位信誉契约。当前信誉加成，无极老祖公益见证，瑞振运。有地方，不代表有人来。会有人来。老祖说的不错，若无极坊市重开，我百宝楼第一个入住。柳如烟，百宝楼东荒掌柜柳如烟，见过无极老祖。老祖，百宝楼也是东荒大商会之一，与天河商会素来不和。我百宝楼听闻无极宗今日公审圣地，便知东荒要有新气象，方才又见无极坊市重开，便后眼求一个铺位，租金照付，规矩照守。无极宗若愿意，我百宝楼可先入住灵物寄销与拍卖阁。柳如烟，你动作倒快。前副会长能深夜送礼，我百宝楼为何不能深夜租铺？怎么，东荒生意只许天河做？百宝楼愿守无极坊市规矩。愿。假货如何？10倍赔偿，逐出坊市。欺客如何？公开道歉，赔偿损失。暗中操控价格如何？若老祖定规矩不许，那便不做。可入住。多谢老祖。三修联盟陈九和，愿入无极坊市摆摊儿。灵植世家白氏，愿租灵药铺半间。清风福斋，愿供低阶符箓，求一处小铺。老祖好手段，不是手段，是给人一条不必被你们卡住脖子的路。路开得太急，容易塌。你可以试试。前副会长若想试，本座也想看看。无极老祖，萧某来迟，不迟，正好。天河商会借我圣地长老之手谋无极山灵脉，此事本座已查明，李元山已被押入圣地行封，相关文书作废。擎苍圣地愿公开赔礼，并与无极宗签订守望盟约。萧上主，你这是何意？意思是擎苍圣地不替天河商会背黑锅，更不许你们借圣地名义行夺人祖地之事。前副馆长，看来今晚风向不在你这边。既然无极宗已有打算，那钱某便不打扰了。今日贺礼仍是贺礼。带走。无功不受禄，无极宗不收带钩子的礼。收礼，走。商路漫朝左，今日不合作，未必日后没有机会。无极宗欢迎生意，但不欢迎算计。无极宗成功守住祖地，无极坊市开启，宗门威望大幅提升。奖励山河气运图，奖励外门试炼秘境，奖励宗门任务体系。贡献点能换什么？我想接清理山道妖兽。你经脉刚稳，不许逞强。那你呢？
我接整理药材，顺便研究火尸毒。你也别逞强。好。我可以接修复水渠阵纹吗？我小时候跟爹学过一点阵纹。老祖以任务体系凝聚弟子，以访视连接外界，以公审立规矩。无极宗复兴已有根基，根基只是开始。老祖若有需要，青云圣地愿协助调查天河商会。萧圣主为何如此主动？一为赔罪，2日止损，3为东荒。说说，天河商会这些年势力扩张太快，丹药、灵气、符箓、矿脉，他们都想插手。许多宗门表面风光，实则资源命脉被商会弱住。圣地不是没察觉，只是没有合适的契机动手。如今他们把手伸上无极宗，便是契机。所以你想借无极宗破局？是，但不是利用，是结盟。擎苍圣地可出人、出证据、出渠道，助无极坊上站稳。作为交换，若将来东荒资源秩序重立，希望无极宗能给圣地一个公平位置。你比李元山聪明。圣地出了李元山，是我失察。结盟可以，但无极宗的盟约不是私下分赃，所有合作写在明处，所有收益账目公开，所有争议可由公议堂复核，正合我意。宗主，老祖，何事？山下17镇的镇民听说无极宗重开山门，还开了任务碑。他们派人来问无极宗还收不收弟子。周，传令17镇，3日后无极宗开山收徒，无论贫富贵贱，无论根骨强弱，凡愿守本心行正道者，皆可登山一试。副会长，我们就这么算了？算。无极宗开坊市，等于断我天河财路。擎苍圣地转向百宝楼入局，东荒那些墙头草很快都会闻风而动。若不压住无极宗，天河商会多年布局都要被撕开口子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明面上不能动，就从暗处动。通知黑风寨，无极宗3日后开山收徒，那么多人上山，总会有些意外。黑风寨，那可是邪修。商会只谈生意，不问出身。无极老祖喜欢讲规矩，那就让他看看，这东荒有多少人不讲规矩。今日无极宗开山收徒，第一关登山，从山脚至山门共999阶，此路有问心微阵，不伤身，不压灵根，只照心性。能登至山门者，可入第2关。登山不是先测灵根吗？问心微阵是什么？途中若有人摔倒，同路之人可扶；若有人体弱，可稍作休息。但若推人、害人、抢夺他人之物者，立刻逐下山道，永不录用。登山开始。你想做什么？强子，我想拉他一下。
是拉他，还是办他？你还有一次机会。修道之人不是不生恶念，人心有阴晴，念头有起伏。重要的是，你能不能在伸手之前，把那只手收回来，继续登山。多谢老祖。姐姐，你别管我了，你会落后的。落后就落后。我娘说，山路上看见人摔倒不扶，就算爬上山也走不远。发现可培养弟子赵小满，灵根下品木灵根，性良善坚韧，建议收入外门，适合灵职丹道辅助。发现可培养弟子陈实，灵根中品土灵根，性沉稳守诺，建议收入外门，适合镇机炼体。发现特殊命格陆青鱼，灵根未显，命格听风耳，备注可感知灵气流向，适合阵法侦查。左边一步，别踩那块青苔，这里风声不对，慢一点。小麒麟，怎么了？有东西来了。无极宗开山收徒，怎么不请我们黑风寨？这么多嫩苗子，拿来炼魂正合适。谁是秦无极？虎山弟子叶震，你们不是要收徒吗？今日老子就让你们看看，这东荒到底是谁的规矩！小神兽，所有登山者就地蹲下。无极弟子护住凡人，晴川带新弟子向山门靠拢。苏清志解毒，所有人跟我走。有没有剑？你叫什么？陆青鱼。好，陆青鱼，你帮我听风。左后3尺，有人靠近。那女娲能破毒？出枪阵！我成功了！小何，你很厉害。废物！小麒麟，护宗瑞兽不只是卖萌。原来他真是瑞兽啊！一直都是。可是他昨天还偷吃药源萝卜。瑞兽镇妖，无极宗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撤！来了，就别急着走。秦无极，你敢动我，黑风岭不会放过你！谁让你来的？你觉得我会说？会。
无极宗3日后开山收徒，那么多人上山，总会有些意外。天河商会，钱万通疯了，竟勾结邪修袭击开山收徒，此事必须上报圣主。不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问心而已，你心中有罪，何须我捏造？我说，天河商会找的我，但我们只是拿钱办事，没想真灭无极宗。他们说，只要杀几个凡人，毁了收徒大典，就能让无极宗威望扫地，还说事后会替我们洗掉痕迹。今日之事是无极宗防备不周，让诸位受惊。老祖不可，是邪修可恨，不怪无极宗。若不是无极宗，我们早死了。老祖救了我们，黑风寨才该死。无极宗护一方安宁，便该担一方责任。今日所有受惊者可入无极坊室领取安神药汤，受伤者由丹堂免费医治。登山收徒，继续。老祖，是否改日？若今日停下，他们便达成目的。修道之路从不太平。今日你们见过恶，也见过护，见过有人害人，也见过有人救人。若仍愿登山，便继续走；若害怕，可下山，不丢人。我继续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我娘说，怕也能走路。而且我想学本事，以后再有毒物来，我不想只能抱着别人等人救。我也继续，我耳朵还行，能帮大家听路。我继续，我想学会管住自己的手。继续，我也继续。都到这里了，不能退。开山收徒遭遇邪修袭击，弟子与候选弟子表现优良，奖励外门演武场，奖励安民灵泉。是。对不起，你刚才没真推我，但我想了。那以后别想了。收。你今日看见了自己的恶念，若愿意磨，便留下；若不愿，趁早下山。弟子愿磨。那就从外门打扫山道开始。弟子遵命。老祖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证据若公开，天河商会必然震动，但他们不会轻易认罪。钱万通大可说是黑风寨污蔑，或者说只是个人行为。若要彻底动天河商会，最好拿到账册、传讯符、交易凭据。黑风寨在哪儿？黑风岭。黑风岭地势复杂，邪修盘踞多年，易守难攻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可能藏着天河商会与邪修往来的证据。老祖，我愿去。不行，你修为太低。弟子可随行，若有毒障，你也不行。你们想去可以啊，老祖，不是剿匪，是试炼。老祖宗门任务：黑风岭侦查，目标查明黑风寨据点外围地形，搜集天河商会往来证据，不得擅自深入。护道人秦明。弟子领命。弟子领命。我也去。你的耳朵有用。我能帮上忙吗？你食药草能变毒长。去。若遇不可敌，立刻退。若见证据，以此符封存。弟子明白。老祖，天河商会有动作了。钱万通回到分会后，立即对外宣称，黑风寨袭击无极宗，乃无极宗自导自演，目的是污蔑天河商会，夺取东荒商路话语权。他们倒打一耙。不止如此，天河商会已联合几家依附商号，宣布暂停与无极坊市相关往来，并且他们放出消息，说无极宗窝藏魔体弟子，丹堂不洁，所炼丹药可能带有魔气。
苏师姐救了我，毒物是她解的。我看见了。若这叫魔，那救人的魔比害人的伤会干净。很好。宗门任务证明，目标3日内，丹堂炼制第1批安神解毒药液，免费赠予今日受惊镇民。别人说你丹堂不洁，那便炼药救人，让被你救过的人告诉他们答案。弟子遵命。黑风岭照查，丹堂照炼，坊市照开，收徒照常。天河商会想让无极宗乱，我们便更稳。检测到外部舆论攻击，宗门声望进入波动状态，触发阶段任务立信东荒。任务目标1：查明黑风寨与天河商会勾结证据。立信吗？任务目标2：丹堂完成首次公开赠药。任务目标3：无极坊市3日内完成100笔公证交易，完成奖励宗门信碑、执法堂解封、气运金莲1朵。那便从这一山一镇、一药一诺开始。